2011年的一天，在美国，一名叫王小叶的华裔男子因感冒半个多月不见好转，再加之胃部也有些不舒服，便来到医院就诊，并向医生说自己可能是他中毒。可惜当时医生并未在意他说的话，而是按照肠胃感冒医治。直到王小叶去世前一天，医院才检查出是他中毒，但由于太晚找到解药，医生也只能看着他痛苦地闭上双眼。那么王小叶为何知道是他中毒？凶手到底是谁呢？王小叶和妻子李天乐生活在美国。王小叶来自江苏，性格内敛，而李天乐是一个北京大妞，生性开朗乐观，争强好胜，从小就是学霸。李天乐在认识丈夫之前，有一个初恋情人陈华，但因毕业时两人对未来发展出现了分歧，常常闹矛盾。之后在一次清华与北大学生联谊会中，李天乐结识了清华才子王小叶。李天乐的乐观天性深深吸引了王小叶，为了追求女神，王小叶跑到北大上选修课，帮李天乐洗衣服，甚至在李天乐脚扭伤期间还天天背他上学。不仅如此，她得知李天乐与男友因为出国留学发生争吵时，觉得时机来了，她向李天乐表示自己也想要出国，并与李天乐一起上语言辅导班，筛选学校。李天乐得到王小叶的支持，更坚定了自己出国的想法。为了解决出国的费用，王小叶还给美国一所名校写了一封信。没想到他们不仅收到了录取通知书，同时还有2张机票。就这样，李天乐与王小叶踏上了美国求学之路。众所周知，海外求学并非一帆风顺，而最重要的就是生活来源问题。由于两人没有多余的费用，王小叶和李天乐只能租住在地下室里，每天吃一顿饭，而这顿饭还是王小叶到餐厅打工带回来的。然而艰苦的日子没有击垮两人，反而让他们更加坚定彼此珍惜。2000年夏天，李天乐和王小叶顺利毕业，并很快找到很好的工作。王小叶在华尔街一家公司担任软件工程师，而李天乐则进入一家国际知名公司担任化学研究员。工作1年后，两人举行了婚礼，几个月后还拿到了绿卡。由于两人都忙于打拼事业，因此约定10年内不要孩子。可是就当两人一切步入正轨后，矛盾也日益凸显。在华尔街工作的王小叶自然压力也不小，常常加班至深夜，也因此李天乐颇有抱怨，认为丈夫对自己关心太少，而王小叶则认为妻子不够体谅自己。渐渐的，两人从互相指责发展到大吵大闹。有一年春节期间，王小叶被安排出差，又与妻子发生了激烈争吵。李天乐认为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，应该与家人待在一起，而王小叶却回怼道，美国人又不过春节便扬长而去。伤心的李天乐独自在家度过春节，为了排解心中烦闷，他便与国内同学通话聊天，才得知初恋男友陈华早已结婚生子，事业有成。听闻前男友生活幸福，李天乐深受刺激，更加痛恨丈夫。可谁知当妻子向王小叶抱怨时，王小叶却回怼道，你要是后悔就回去找陈华吧。李天乐内心的怒火无处发泄，又找不到倾诉对象，于是他便打电话把陈华臭骂了一顿，还发短信羞辱陈华的妻子。看着原本活泼开朗的妻子变成了一个怨妇，王小叶也非常内疚，于是他花了63万美金买了一套高级住宅，希望与妻子重修旧好。确实，两人住进新房后，关系缓和不少，似乎又找到了当初两人恋爱的感觉。王小叶也主动减少了工作，多留点时间给妻子。感到婚姻幸福的李天乐还主动提出想要生孩子。2009年，两人爱的结晶诞生了。然而生孩子容易，养孩子却很难。生完孩子后，王小叶希望妻子能够全职在家，而李天乐则想要继续在职场上打拼。之后，李天乐因为竞选主管失败，就把原因归责于是家庭的拖累。不甘心失败的李天乐更是歇斯底里，常常劈头盖脸骂丈夫。起初，王小叶认为妻子刚生完孩子还要带孩子，非常辛苦，他便忍了下来。然而王小叶的忍让更让李天乐变本加厉，两人时常爆发激烈冲突，甚至每周都有警察上门平息他们的争吵。随着争吵次数的频繁，两人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。于是2011年5月，王小叶提出离婚。两人本来打算将房产卖掉，一分为二，但由于当时金融危机，房价严重缩水，
如果卖掉损失惨重，于是两人便协商先在房子里分居。然而就在两人离婚冷静期间，王小叶经常带不同女孩回家过夜，这令李天乐愤怒不已，并指着王小叶骂道：“迟早你会为此付出代价。”之后李天乐就在琢磨如何让王小叶消失。最后他凭借自己的专业和职位便利，精心策划了一起毒妇案。他向公司申请了4瓶金属铊，并每天放在丈夫的食物里，直到在两人正式办离婚手续的前一天，王小叶病情发作，前往医院就诊。但即便王小叶已经住进医院，李天乐还是不放过她，又在病床前给丈夫喂毒汤。同时李天乐预感丈夫将要离世，为了不让警方怀疑，他还抓紧时间给儿子申请加急护照，并购买了两人回国的单程机票，但因在最后支付时出现了问题，才没有购买成功。除此之外，在得知丈夫死亡的当天下午，李天乐还查阅了当地刑事诉讼相关条例，然而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最终警方抓获了李天乐，并判处终身监禁。案件曝光后，很多网友都对这对精英夫妻感到惋惜。曾经的情色和鸣，如胶似漆的两人，如今却一人坐牢，一人命丧黄泉。而更可怜的是，他们2岁的孩子只能送给他人抚养。而李天乐夫妻的婚姻也给予我们很多警示：婚姻不易，需要经营，相互体谅，彼此包容理解，才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希望类似的悲剧不要再发生。